在中国发生过一次很大的社会性的革命，这是在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里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革命。这个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想要改变的一个很大的事情啊，一个社会的变化，一个社会的一场革命。革命的量词是场，一场革命。所以在中国的这个10年里，这10年就是1966年到1967年，这10年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一次很不好的事情，一次很大的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那这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中国被称为大家称它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我今天和你说说这个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文化大革命它一共长达10年，一共有10年这么长啊。这是中国当时的主席，最大的官儿，最大的领导人就是在中国最大的官儿。那他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主席啊，中国叫主席啊，那就是有点像在英语里的 president， 是吧？但是在中文他们是主席，但 president 不是主席， president 是总统，所以在美国的叫总统，中国的叫主席。那毛泽东就是中国以前的主席，他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个主席吧，然后毛泽东发动了一场革命，他发动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呢，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段黑历史，黑的历史就是不好的历史，所以中国也不喜欢这件事情，中国人也不喜欢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喜欢，所以呢，大家不喜欢说这件事情，不喜欢说。我觉得中国也不是很希望很多外国人知道，中国应该不是很希望外国人知道，因为是黑历史嘛，很黑很黑，所以大家不要知道。如果你知道了，你可能不喜欢中国了，是不是？所以呢，中国也把这一段黑历史藏起来。那我在上学的时候，也不是了解很多没有了解很多，没有学到很多有关这段黑历史的真的事情，没有学到很多真的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爷爷奶奶就是我爸爸的爸爸妈妈，他们都经历过这段历史，
他们都自己亲身经历过。因为他们是更老的人，那这个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间是1966年到1976年。那我还没出生呢，我还没有我，所以我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的爸爸、我的爷爷、我的妈妈、我的奶奶，他们都有经历过，尤其是我的爸爸和我的爷爷，所以我今天和你说一说他们的经历他们记得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感觉，他们自己的经历。当然我们都不是知道真正的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也只是在书里看到一些人，他们写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也听到很多更老的人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个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是吧？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泽东我们的主席，为什么他会发动这场革命呢？原因有很多原因，对，有很多主要的原因，那有很多重要的原因，那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有一些有资本的人，他们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强。有资本的人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强了。好，什么是有资本的人呢？有资本的人就是有钱、有房子、有知识的人。有钱、有房子和知识，那这些都属于有一定资本的人，那这些人他们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强，就是他们变得更厉害，他们有更多的权利，能决定更多的事情了，那毛泽东不喜欢这样，他希望没有资本的人能更厉害，因为他觉得没有资本的人才是中国大部分的人是没有钱、没有自己房子的人，还有没有知识的人，所以呢，他希望中国的社会都是这样的人那他就希望这些有资本的人不要那么的厉害，所以他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在这场大革命里，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今天说两个事情吧。第一个是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是说，在学校上学的青少年
这些10几岁的孩子，可能是15岁、16岁、17岁，他们不要上学啦，不要上学，因为在学校里你学到的是书里的知识，书里的知识不好啊。毛泽东觉得书里的知识不好，因为这样会让你只有书本里的知识，书本里的知识，没有真正的能力，没有真正的能力。那这可能是对的，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呢，他做的事情是让这些在学校读书的学生，让他们从城市去农村，让他们去农村。所以上山和下乡这2个词，上山是上到山上，下乡就是去农村，乡就是乡下，所以上山和下乡都是去农村的意思。那农村就不是城市，是吧？不是城市，所以他让青少年们都去农村，去农村吧，不要在学校里学习。去农村做什么呢？去农村做农活，让大家做农活。农活就是在农村干活，干活是做身体上的体力工作，用身体来工作。那这些青少年嘛，就是15岁、16岁、17岁，他们都是还是比较小的孩子。那他们被送到农村，他们要做非常累的工作，非常非常累。他们要做很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体力工作，然后吃的也很少，所以他们生活的环境经常是很差的，做的事情是很累的工作，吃的东西是很少的。那很多人在农村要住2年、3年、4年，也有可能更长。然后我的爸爸，他就是在这个时间里的青少年，在这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当时他是一个16、17岁的青少年，所以呢，他就去了农村去干农活。他经常跟我说，他当时去农村住了3年，每天超级的累，也超级的饿，非常的辛苦，然后呢，3年后他才被送回到城市。那这3年里，你也不能回家，那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这些小孩子，这些青少年孩子要做很辛苦的劳动，然后也不能吃饱饭，也不能学习，然后他们也不能回家，是不是很残忍？有一点点有一些残忍。我觉得是这样的。好，然后呢，那第二件事情叫批斗。这个批斗的意思就是批评、斗争，批评和斗争。那批评就是说，对这些有资本的人就是有房子的，然后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这些人都是不好的，都是错的，都是社会不希望有的人。毛泽东不希望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所以呢，他希望这些人要少一点儿。
所以他发动这场革命，让没有资本的人、没有资本的劳动者去批斗这些有资本的人去批斗。那有房子的人叫地主，地主是有自己房子和地的人。在中国，当时有很多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房子都是国家的没有自己的地，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住的地是国家的，或者是大地主的。然后我爷爷家，我爷爷嘛，就是我爸爸的爸爸我爷爷家，他家就是一个大地主，在当时他是一个大地主，所以呢，他就是要被批斗的资产主义，有资产的人，所以他们家就被批斗。批斗呢，就是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人有可能是这个人坐在中间，那这周围有一圈的人，然后大家都要说你做错了什么什么，你不应该这样你这样子不对，你这样不好，你是地主，你不要这样就是说这样不好的话，对中间的这个有资产的人所以呢，我爷爷家是地主，然后我爷爷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给别人做手术的医生。做手术嘛，就是用刀在别人身上做事情，让病人好起来，要用刀。这是我爷爷的工作，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呢，那他是有资产，有房子，然后也有知识。有知识的人也是要被批斗的，所以他在他工作的地方就是医院里，他在医院里就要这样，他坐在中间，周围的人都是他的同事。那他的同事可能是没有他厉害的同事这些人可能是没有他的这个工作的位置，没有工作岗位那么高，可能是他的下属就是比他低一点的工作的人，这是我爷爷这是我爷爷。那周围坐的是他的工作的同事，但是是下属，那他们就要做什么呢？就要批斗他，就是说你这样不对，这样不好然后这个人就要坐在中间听周围的人骂他。骂就是批评，批评是正式的说法，骂就是口语里的说法骂就是说别人不好，说你做错了什么，这个是骂所以呢，我爷爷就告诉我，他经常告诉我，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批斗的事情，他被批斗了。那他说他坐在中间的时候，在头上还要戴一个高高的纸做的帽子，那纸做的帽子上面要写了什么字呢？我觉得可能是写不好的话，是不好的话，我有点忘了他告诉我写的是什么字。但是我爷爷现在还在呢，他现在已经97岁了，
他已经97岁了，是一个很高龄的老年人，很高龄啊。那这是他以前告诉我的他的故事，但是这10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不好的事情，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有很多人死了，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死了。然后呢，也有很多中国的书，重要有价值的东西被烧坏了，被烧毁了。大家去破坏，去把这些东西让它坏掉，让它坏让这个东西坏了，让这个东西没了。那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间里，毛泽东做的事情，就是把重要的书和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弄坏，给他们烧坏。所以这也是他做的一件可能是对社会很不好的事情，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我父母，我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他们经历过，所以他们有这段时间的记忆，但是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只能是听别人说和在书里读到。但是我想经历过这段生活的人，经历过这段文化大革命时间的人，他们都会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社会里一个变化很大的、变化很长的时间。孩子不能学习，有知识的人和有财产的人，有资产有财产的人不能正常生活，然后每个人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你有可能和一个有资产的人是家人的关系，或者是爱人的关系，但是这个人被批斗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带走，他可能会去监狱，他可能会遭到很严重的不好的对待，就是他可能会被批斗，他可能会死。那如果你和这个人是朋友，是爱人，是亲人，那你可能也会有危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混乱。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啦，在中国的这10年里，还是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我说的这2件事情，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和批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你听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样子的呢？